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澜。今天我们又探访3座古塔，它们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身后的这座塔，它是3座塔中的其中一座，它叫雷公塔。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到了湖南省株洲市。今天我们探访3座古塔，现在在我镜头的正前方，这座古塔叫雷公塔，又叫正能塔。这座塔呢，在株洲市芦笙区。这座古塔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这座塔呢是属于实心塔，里面没有任何门和任何孔可以看到里面，所以它叫实心塔，完全是由砖块直接砌成的。但是这座塔呢，有非常多的与众不同。第一，它是实心塔，地基与地面基本上是持平的。第二，它没有开门，属于实心塔。第三，它这座塔每层都有神话故事、神话传说，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人物进行雕塑。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座塔是经过当地政府部门修缮过的一个现状。几十年前、上百年前的图片，大家可以看我视频的右上方，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关于这座塔几十年前的一张老照片。如果不是当地政府部门抢救性的修缮的话，这座塔可能已经倒塌不复存在了。但是现在大家能够看到这座塔是非常的漂亮，虽然塔不高。好，关于这座塔，我们看看左手边有这座塔的文物保护碑。株洲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雷公塔，2011年立的。关于雷公塔的简介，上面写了：雷公塔位于芦笙区五里墩乡白井村南堂组，又名正能塔，始建于清道光年间。塔为实心砖塔，坐北朝南，6方5级，边长1.7米，高度10米，占地面积25个平方，2层以上均以神话故事雕塑，葫芦形的塔刹。这是关于雷公塔的一个简介。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塔的名字叫正能塔。真监这位神仙大家应该有见过，是谁呀？禹洞宾，对不对？也就是8仙之一。这位呢，有见过吗？安澜，骑着鱼，这位是谁？好像是张国老，还是铁拐李？这位神仙的8仙之一呢？这位的话，好像是因为这个应该是铁拐李。爸爸对8仙啊不是特别了解，所以网友们不要见怪。好，我现在发现塔里面有一块汉白玉的正能塔碑记，上面写的是正能塔建于清道光年间，因其区域四面环山，地势低洼，常年受洪水泛滥的影响，疾病流行，民不聊生，当地百姓就自发建了这座镇妖塔来保当地平安。这是关于这座正能塔的碑记，用汉白玉进行雕刻的。看这座塔整体周边雕刻啊、花纹啊，还是非常精美的，对不对？你看，刚刚我们看到了8仙的3仙，然后周边就是这些凤凰、麒麟、狮子、
老虎，对吧？待会儿2层、3层、4层上面的神仙和雕刻只能用无人机，待会儿飞给大家看一下。这座塔是建在白井村的。这个白井村是怎么由来的呢？是有7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村呢以前有几百口水井，所以把它叫做白井村。以前这个地方完全是靠这个水，靠水井里面的水进行灌溉，包括这个牲口啊，还有人的饮用水啊。但是现在白井村呢，这些古井啊不多了，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只有不到5口古的老井了。我镜头的正前方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种的有荷花，目前荷花还没有绽放。这座塔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因为周边大家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塔旁边肯定会有古寺啊、古刹啊，还有古庙啊，或者是一些古的建筑。但是恰恰相反，这座塔就孤零零的建在这座乡村里面，与众不同。待会儿我们去看的第2座塔更加与众不同。好，关于这座正人塔，我们就暂时介绍到这里。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到了要探访的第2座塔，叫燕子衔塔。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燕子衔塔，但是现在我们进不去，因为我镜头正前方那位房主啊，现在不在家。要去看这座燕子衔塔，必须通过我镜头的正前方，他们家才能走到燕子衔塔的下方。现在我只能够远距离跟大家来解说这座燕子衔塔的来历。燕子衔塔，它整座塔是用土修建而成的，没有用砖块，也没有用花岗岩，没有用任何的材料，完全是用夯土把它堆砌起来的。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燕子衔塔是经过当地政府部门修缮过后的。在几十年前，这个燕子衔塔它已经属于快要倒塌的状态，经过当地文物部门的抢救性修缮，现在这座燕子衔塔得以保存下来，并进行加固，然后用砖块在四周进行累积。以后，现在这座燕子衔塔保存得非常完好了。燕子衔塔，它是因一个人的名字而起，这个人就叫燕子衔。当地经常发洪水，然后呢，这位燕子衔呢，就号召当地的一些乡绅啊，以及住在当地的一些居民，捐资捐款出力来修筑这座塔，来镇住当地传说的河妖。然后后人感激燕子衔的这样的美德，就取名这座塔叫燕子衔塔。燕子衔塔高度是10米，建于清同治1862年左右，底座的边长是1.8米。这是燕子衔塔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在燕子衔塔的顶部以前有一
个倒置的罐子，但是这个罐子呢倒塌了，在1958年的时候已经掉下来，因为它这座塔是用夯土就是修筑的一座土塔，所以它保存的时间啊不是那么长，再加上没有修缮，又是风吹日晒雨淋啊等等原因，毕竟想想从同治年间到现在也有接近200多年的历史了，能够保存至今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好，这是关于这座燕子衔塔的介绍。现在我有走到这户人家的正前门，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去探访这座燕子衔塔，必须从这家人的正门才能进去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没办法进去，因为这座房子的主人出去务工去了，现在没办法进去。下一站我们去葫芦塔。观众朋友们，我们来到了第3座宝塔，它的名字叫葫芦塔。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到了探访第3座塔的所在地。这座塔呢，位于小区的公园范围内，周边非常安静。然后我的正前方呢是一个体育中心，尽头的正前方是一棵上百年的古樟树，左右两边都有。好，现在我们看看关于这座塔的一些详细介绍。我的正前方是猪猪市世纪文物保护单位有关于这座葫芦塔的详细介绍。葫芦塔建于清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坐北朝南，砖石结构，6方5级，边长2.4米，高15米，占地面积30个平方，底层麻石切筑，2层以上是以彩绘图案，内容为神话故事和花卉。塔门上方龛内书写葫芦塔。1991年和2002年由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对其进行了2次修缮。这是关于这座葫芦塔的简介。现在我们走近距离看看这座葫芦塔和我们之前看过的2座塔，一座是雷公塔，还有一座是燕子衔塔，看看有什么不同。好，现在我的镜头正前方是葫芦塔的一个碑记，上面详细记载了这座葫芦塔的一个情况，显示是公元1897年落成，然后1937年的时候，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对这座塔进行了一个轰炸。因为周边为什么要对这个地方进行轰炸呢？就是周边有民国政府在当地修建了很多兵工厂以及一些炮台等等，所以日军的炮火在周边对这座塔造成了一定的损坏。后面就经过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刚刚前面所说的由中国南方集团进行了一个修缮，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葫芦塔现状。我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是由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我看不出它这个神话故事是怎么样来描述。我只看得懂一个太阳打开了，有很多蝙蝠飞进出来。它这座福禄塔不像雷公塔和燕子陵塔。雷公塔它每一层它都画得非常的精美，这座塔呢相对来说呢就稍微逊色了一点。燕子贤塔呢就更加逊色，因为我们进不去，而且它塔高都没有做任何装饰，因为毕竟燕子贤塔它就是一座夯头砌成的塔，这座呢还是由砖块砌成的。这三座塔各有不同。现在我们走到福禄塔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这座福禄塔的高度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这座福禄塔周围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顶部啊都已经被这2棵上几百年的古樟树给遮盖住了。正前方有2块麻石，上面没有做记载。好，今天我们就把这3座塔拍到这里了。今天我们探访了3座古塔，它们分别是雷公塔、燕子贤塔，还有我身后的这座葫芦塔。它们虽然都是实心塔，却建筑风格有所不同。如果大家对历史古塔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并收看我的频道。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